我是纪录片导演魏时玉。从2011年到2017年，我拍摄了一部电影叫《古巴花旦》，讲1940年代何秋兰跟黄美玉2位古巴婆婆在哈瓦那学越剧、唱越剧这样的故事。希望就是我们有机会能把我们这个片子呢放给哈瓦那仅存的那100来个华人。何秋兰是纯种的古巴白人，养父呢是一个华人，叫方彪。何秋兰生下来2个月，她的爸爸就去世了。方彪在街上把这一对无家可归的这个母女给捡回家里头去，然后呢，从此呢就有了这么一段父女情，而且从小就教她唱越剧、说中文，到8岁的时候就进了戏班。黄美玉妈妈是古巴黑人，爸爸是华人。华人在哈瓦那最多的时候呢，可能达到10几万。抗战募捐的时候，黄美玉呢就在这个活动里头看见何秋兰唱戏，她特别喜欢。第2天，她自己也加入了戏班。虽然她有中国血统，她不会说中文。何秋兰呢要帮忙把这个西班牙语的发音写在这些汉字上头，然后黄美玉就看这个发音，然后死记硬背。当时在古巴华人社区，如果你喜欢越剧的话呢，那把自己的孩子送过去学越剧，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。方彪办的这个戏班叫国光剧团，国光剧团里头呢，一共有20几个女生，长得比较像中国人样子的，大概有3、4个女孩。其他的人的那个样子呢，都是混血的。他们巡演每年都会出去，是从哈瓦那出发，一站一站下去，每一站上都有华人社区，少则几千人，多则1、2万人。所有的人都是靠这个东西来解他的这种思鄉之情。嗰陣時咧，反而仲多人睇戲啊，因為嗰老脫嗰啲咧，歌曉講堂啊。In the old days, it's a full house every night. 古巴1959年实行了社会主义，比如说一些华人呢，用血汗挣来的这些商店呀、这些财产呢，就会被充公，华人社区呢就迅速的衰落了，他俩也就没有什么机会去唱越剧。何秋兰就没有继续念书，她已经结婚了，然后她就做收银员了。黄美玉就继续去念大学，然后后面就做外交官。都到了这个60几岁的时候，可能对自己那种青春年少的时期有一些怀念啊。黄美玉又找到何秋兰，2个人一块儿又唱戏，就这样子重新捡起了越剧。2011年和2014年呢，都有好心人赞助他们回来的。第一次跨越大洋，去何秋兰父亲的家乡开平，去巴河会馆，他们2个在广州那边听戏，还有到佛山的祖庙。第2次来香港和广东的时候，热心人专门安排了，就是谢雪心跟龙贯天来跟他们俩一块唱了。他们原来一直觉得中国是一个很遥远的传说，至于能不能去呢，一直都觉得那个是一个梦。最后呢，真的就是到了这个地方。当我问他们说你的人生还有没有什么梦想，他们2个都说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去中国。即便是到老了，你还是觉得他们很有活力的。我喜欢那种跨越边界的人。我觉得这种有心去跨越的人呢，一般他都会有一些冒险精神，有一些勇气，整个人的态度是开放的，他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